我的自信来自于喜欢尝试，到底可不可以成为数码游民？决定要当奶爸，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安全感跟温暖。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个好妈妈，就是去理解他们。孩子教我怎么做个好妈妈。我可能不会教好孩子，我会教了。我们是爱动物，给他们一个 second chance in life。South Africa, Zambia, Zimbabwe, Botswana， 还有墨西哥、希腊、土耳其、意大利、德国、欧曼、越南、韩国。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会出国3个月，会去8个不同的国家。我是刘建胜，我今年29岁，那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我是周莹莹，今年30岁，然后我和家人经营一个美食平台。新婚的周莹莹和刘建胜5年前在美国工作认识，两人都热爱旅游。2021年，冠病疫情席卷全球，他们毅然决定四海为家，当起数码游民。疫情之前，其实我们2个都是在纽约工作的，所以我们已经是尝试过没有在新加坡生活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其他外国人啊，在其他的国家，像巴厘岛啊、土耳其啊，他们在那里生活，就这个也算是一个启发。如果可以在我们一边工作一边 explore the world，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的一个事情。我的工作包括写代码，还有跟同事开会。其实只需要一个电脑，还有一个稳定的网络。我就是负责客户管理，还有一些业务发展的东西，所以都是可以通过 email 还是简讯就和他们谈成。我觉得当数码游民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要找到一个很快而且很稳定的网络。好像我们去南非啊，有时停电连电都没有，就是何况说网络啊。我们尽量都是在周末出门去体验那个国家，因为如果你早上你去一个地方了，然后你累了，你晚上还是你下午回来，你就没有力做工。最难忘的就是波斯湾啊，还有 South Africa， 因为在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开车进去 Safari 里面，然后跟那些大象啊，就是他们刚刚起来，所以我们在大自然里面就很舒服。回去就 take a short nap， 然后4点就工作，所以你在早上有这种体验的时候，然后你工作，你就觉得哇，我的生命真的是好像充满力量。如今，夫妻俩已过了2年多数码游民苦乐参半的自由生活，而且意犹未尽。我觉得时代不同吧，可能上一代的人是比较想先苦后甜，就是他们觉得趁年轻的时候就要工作存钱，然后可能以后退休的时候就可以享受生活。可是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我们是想要努力工作，我们也想要趁机一起享受生活。因为如果我们老了，然后身体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再多的钱，但是你也不可以去爬山啊，你不可以去潜水啊，那些都是好像你只有年轻的时候可以做。那我也不想好像到了老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遗憾。
all you doing? What happened? 原本是想要3个，现在还是想要3个。其实如果今天我们不在新加坡，可能会更多，只是因为新加坡的屋子真的是蛮小，期望太高，但是能力做不到。大家好，我是吴彦勋，今年35岁，是全职奶爸，还有我有经营我自己的网上生意。我觉得我爱我的孩子，志远，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有打算，这是一个必须的责任。我觉得亲子关系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期间，他们不会言语方面的表达，他们会很紧张、很焦虑。Where's your hands? Put your hands. Put your hands in. 我很刻意的和他们说话，那个抱他们的感觉，哄他们的感觉，一定会建立非常舒服跟温暖的一个环境。当有爸爸的陪伴下，是非常能建立孩子们的安全感跟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吴彦勋20多岁，父母相继离世。他从小家境贫穷，父亲忙着赚钱养家，所以他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感觉相当疏离。我不会是因为曾经爸爸不常在身边的这个原因，让我现在想当奶爸，在我孩子的身边，好像一种补偿，其实是没有的，只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责任感。Stand up。我有能力，我就会规律的分配我的工作，还有能留在家里陪着他。看到迪哥爸爸。人家讲说，孩子跟母亲是一个连体，所以我觉得我就算没有在家，他们其实也不感觉到那个我的缺席，反而他会感觉到我回来是一个很值得珍惜的时刻。虽然彦勋主要担起持家的责任，他也贡献一份家用。其实我们没有分一半一半，我们是一起的。每一个月都是会有一个 account， 我们放在一起，不会这么分哦，这是你的家用，这是我的家用。非常骄傲的事情是，老婆真的对我非常有信任。金钱是我们都不常聊的一个话题，我们比较注重的是，你开心吗？孩子好吗？我们住的那个 Airbnb 多少？我们住的这里是400，好像有点贵，不然我们找一个来。当数码游民的另一挑战就是管理开销。Here's a cost breakdown of our 5-week Middle East trip. We paid a visit to Burj Khalifa, Dubai Frame, and had a desert tour. In Oman, we paid for Niswa Fort and a diving trip. 因为我们的 plan 是在6个月之前定的，一个地方待2个星期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些 long stay discount， 所以可能就省下30-40%。我们就会利用信用卡来累积分数，换取免费还是比较便宜的机票。以前我们被别人启发，然后现在可能我们可以启发别人，也尝试一下这样不同的生活方式。年轻的时候，你出去赚多一点钱，然后你把钱全部拿去投资，可能你30-40岁的时候，你从这些投资赚来的钱就可以维持你的生活。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能够累积到200万的资产，那就可以有足够的被动收入来持续我们以后家庭的开销。对。千禧一代他们对于钱财方面呢，其实是蛮理性的，他们会要把钱花在让他们自己开心的东西上面。可是其实大多数都会对自己每个月的花费有所概念。花太多钱了之后，他们会开始节制自己，遵循预算来做自己的花费。
35岁的全职奶爸吴彦勋在家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他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来胜任。2岁左右的孩子啊，经常发脾气。当一个爸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是一个需要刻意去学习的。当一个人会去学习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是男人就是逊色，就是没有不能做的比女人好。其实是不一定的，也有女人做的没有比男人好啊。偏见肯定会有，就是现在社会也是有一些偏见，关于男孩子待在家可能就是所谓的吃软饭，可是我们会尽所能的扶持对方，让对方不要这么因为一些话而气馁，放弃这种教导孩子的方式。我看到我的先生可以跟孩子有这么亲的关系的时候，让我很有上进心，想要跟他学习，他怎么样子跟孩子有这么好的一个沟通方式。千禧一代的女性平均的教育水平也是比之前几代高很多，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那个经济能力和赚钱的能力也是比较高的。如果女性是那个比较有赚钱能力的那一位的话，那也许奶爸这个角色就会在那个家庭出现。She helped me to sort of mature up faster. She helped me to find out my mistakes and fix them. I see her as someone which is more than a friend. I can reach out if I have any problems. 我是赵素美，我今年35岁，有很多妈妈们都很喜欢称我为超级妈妈，因为我有4个小孩，而且有自己的小生意。其实我们是挺喜欢小孩的，就双双对会比较好，就决定4个孩子。我对待不一样的孩子有不一样的方式教育他们。妹妹 ，you want the cheese crust or the normal crust？ 我看现在的小孩子也都很聪明，他们会懂得自己有选择，就算是吃的、穿的、玩的、读的，全部都给他们自己选。他们有的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就是自己拥有这一个东西，就会好像会比较会 appreciate it。Hey, hello, you're eating the hands. Come down here. I count to 3 up. Denise, can you please sit down for me? 不过，当孩子做错事或闹情绪，超级妈妈素梅有时还是会体罚他们。需要打的时候就需要打，但是打孩子的过后，你还是要解释给他为什么你要打他。我会尝试比较多跟他们解释给他们，如果你做了一个东西，不只是会影响你，也会影响身边的人。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就是。只要一哭一闹，我爸爸就带我去买冰淇淋、买糖。只要我一哭，就什么都有了。然后我就会担心，就是我不可以给我小孩子有这种的习惯。Yes, the other hand. The other hand. 如果你什么都一直顺着他们，他们以后进社会，不是你一哭你一闹，人家就会 give in to you 吗？相信爱中带着严厉，千禧年生的素美从小就经历生活磨练。17岁辍学打工，从最底层的行销工作做起。有了第3个孩子以后，素美原本全心照顾孩子。当了家庭主妇过后，大概1年后，就感觉有点很忧郁，因为好像没有那个时间给自己陪朋友、跟朋友出门，什么都不能自己做，所以感觉到好像很 suffocating， 所以觉得回去做工会比较好。当在做工的时候，就真的是很投入的去做工。每天其实都是很忙，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时间能陪孩子，就尽量陪他们。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个好妈妈，但是我就是会很尽量的配合孩子们，就是去理解他们，然后从那边才能帮助他们生活上的问题。现在当妈妈是很需要给孩子们一些空间。我看待孩子也是看，好像把他们当大人一样，他就会比较可以和我们谈事情。
doesn't really force it onto me, but she tries to get me to do as much as I can, so that I can get a better grade, which can actually help in my career of wanting to become a doctor. 我成长的时候，我每次出去我就不要回来啊，可能我过了半夜才回家，有时候都不要回家。我是怕，如果我以后有孩子还是什么，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的话，我会很 sad。我觉得我们从动物找到开心还有满足感。我觉得不拥有孩子有这个 complete picture of what a family looks like。Hello， 我是Marcus， 我现在在兽医诊所里做工。我是 Christine， 我是个中学老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爱救流浪狗和猫。Christine 早在16年前发现，新加坡街道上有不少流浪猫狗，没地方收容它们。我们决定开这个收容所，拿捐来的钱验这些狗跟猫，训练它们，给它们一个机会找到一个家庭。流浪狗需要很多的爱。他们从街上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很怕人，很难摸到它。它每次到一个 corner， 我觉得爱是最重要的。It's a lot of patience and a lot of love。结婚8年的 Christine 和 Marcus 当年在狗儿收容所当义工结识，每天下班后，夫妻俩便到收容所去照顾他们的孩子，15只流浪狗。我遛狗的时候，看到他们喜欢闻草啊，看周围的人或者动物，我就觉得蛮开心。I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dogs like the simple things in life that people don't always appreciate. I work with dogs a lot， 他们很忠诚，5分钟没有看到你出门，你回来5分钟后，他还是看到你，好像1年没有看到你这样，那种 love 那种 reaction 呢，是一定 for me 是 priceless 啦。我觉得最完美的家庭就是每天放工我很想回家，看到家里的人，或者我们的 case 就是家里的狗，回家看到狗就很开心，所以我们喜欢回家。Marcus 的妈妈也希望他们成家后生孩子，后来看到他们这么爱狗儿，也尊重他不生孩子的决定。今年5月我妈妈过世，然后 after 1个礼拜我回去收容所，有一只狗，我站在它的 kennel 前面，我一进门，它整只手伸出来，拉我的手过去，等下一直舔，它很少这样做。然后我就OK，然后我在那边哭了，我就我I mean很伤心啦，因为妈妈不在，然后那只它又这样做 ，I think 他们可以 read emotion。他们生出来就会感恩了。我就是最怕就是看到孩子，好像有些孩子父母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太孝顺。但是狗啊，你为它做什么，它都会记得，它不会忘记。对呀，哇！2、3年来，数码游民莹莹和建胜已经习惯在外国边工作边旅游，四处漂游，和家人聚少离多。莹莹特别珍惜和家人相聚的时光，可是当至亲病重，莹莹就很纠结，因自己无法陪伴在侧，给予关心和送暖。我的外公的身体在我们出国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好，所以我是觉得好像可能要不要延迟这种生活方式留在新加坡，因为他身体已经不好了。我们其实在讨论，好像如果我们在哪一个国家的话，要 plan 一下几时要回来。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但是很不幸的，他在前几个星期就过世了。
所以我可以在新加坡出席他的那个week，就是我没有那个遗憾啦。可是我觉得做每件事可能都需要有一些牺牲，不是好像所有的事都很简单完美的。很多家庭啊，跟他们的小孩2、3岁一起在国外旅游啊，探索世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不错。对，就是 World School， 你就好像你的孩子，你从小就让他跟世界的其他小孩子互动啊，人与人之间好像学到能够从在课室里学到的更多。那时候可能3个小的还不大理解发生什么事，只知道妈妈没有回来。但是我大儿子就会比较担心，他就会发简讯给我，就问我，医生看你了没有？你感觉如何？你需要家里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带下来给你。我大儿子这么对我，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因为看到他，我觉得自己是好像当做是个成就，因为把他教育得懂得关心人，懂得去 show concern 也是。我觉得一个完美的家庭是当一家人能坐在一起，然后就是能闲聊，就是你能 be yourself, be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我觉得上一代的父母比较缺乏沟通能力，使到建立家庭的过程中，亲子关系疏远，久了互相没有话题说，甚至没必要说了，就其实是一个蛮不健康的一件事情。就在这个过程就这样过一生了。Are you happy？ 做千禧年代的爸爸，我会觉得一定要有那个心，不断的学习、努力、沟通。你就在做的时候，你就反正也不当它是一个责任感，你就会觉得这是应该的。